从一路荆棘盼到天光，透过云的缝隙，渺小的却直面风雨，独行使命，留下坚定背影。乘风吧，唱演一线之歌的黎明，前行吧，未见之旅等待我们开辟，续战吧，见证光明爱用交织搏击，守护吧，理想炙热如炬，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的方向，不再彷徨，那是你我此生的信仰，迷雾消散，找寻心底呼唤的答案，每一刻义无反顾起航。安姐回来了！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！你身体好点多了？姐，哎，恢复的还不错吧？还行。你这怎么好像胖了？你走开，你哪活不开提哪活。我这是趁机偷懒呢。哎，你们这一个个黑眼圈的，都是被核对给压着熬大夜了吧？我们真的都是自愿加班的。你听听啊，我是不是领导有方？姐，你是不知道，你不在这几天，我们下班都没个正点。有人给你撑腰了是不是？哎，你们可不准这么说核对啊！我这次住院还得多亏了他及时把我送到医院呢，而且人家还去我家帮我取了东西，是吧？还去家里取东西。来，接着开会，接着开会啊！刚才说说哪儿来着？取东西？什么取东西？那个尹慧泉啊，尹慧泉跟那个非法网贷的那个法人啊，确实没有什么交集。这个韩轩已经经过了大数据的研判，而且他的7大姑8大姨这些社会关系都抽丝剥茧的查过了，包括尹慧泉的儿子尹天成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这些洗钱、逃税、犯罪，都是这些犯罪嫌疑人可以销赃的手段。哎，这些和那些非法网贷资金账户有没有关系啊？不是说尹慧泉在境外还开了一个账户吗？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内地的账户我们都能查得到，但是海外的账户我们不好追踪啊。哎呀，还好吧，咱们检查系统里吧，他隐藏了一个高手，一个电脑高手。他这个人吧，平时比较低调，他深藏功与名。行了，知道是你啊。你别卖关子，快说。行，我就满足大家啊。现在呢，这个互联网是有记忆的。更何况是信息透明的大数据时代。我查到了一家设立在香港的公司和慧泉公司有经济往来，但是我们没有执法权啊，这事儿我们只能是跟上级汇报，让他们跟香港警方联系，争取他们协助调查。还有其他情况吗？我们调取分析了尹慧泉的出入境记录、机票信息，还有他的签证。并没有发现他出现过，甚至是转机入境过咱们重点关注的 A 国。不过我倒是查出来他有香港永居身份，其他的情况就和我们之前了解到的养病、探亲、商务活动都对得上，没什么问题。不过还有一点啊，如果他有其他护照的话，那一些信息我们就查不到了。对了，你上次不是让我那个补充侦查李全在香港的亲属情况吗？我也查到了。这个李全确实跟香港有关系，他有一个孤寡老娘在香港，而且这个李全还是个过继的孩子。杀猪盘、电信网络诈骗这么多犯罪形式，更何况他们还掌握了那么多用户的个人信息，也不知道这些犯罪团伙到底在国内织了个多大的犯罪网。哎，对了，上次你说从清水河捞出来那个尸体不是张小北，是谁啊？是个智力有点问题的人。发现的那个手机卡呢，既不是张小北的身份证开的卡，也不是张晓光身份证开的卡，是一张虚拟的复制卡，而且里边大部分的数据都已经删除了，
只留了一张张小北的照片，还有一些微信转账的记录。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转过521、1314这样的数字。我怀疑他是不是交了个女朋友啊？你们骗人，我老娘不会像你们说的那样。你以为你不供述犯罪事实，你们组织就会给你的家人养老送终吗？请不要用这么幼稚的方法对我，好吗？行，我不用幼稚的方式跟你说，我直接给你播放你母亲给你说话的录音。儿啊，妈知道你每次给妈的钱，就像他们说的，都是你诈骗来的。妈就是病死的了，也不会要你的一分钱。他们再穷，也不能没有脊梁骨啊！今天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我想好了。想好了，那你就说。张婉如的死的确不是意外，保罗，我确实也认识。其实就算你们上次没有给我看那个视频的话，我也一直在纠结。如果他先说了，我就被动了。如果你想知道保罗的事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保罗已经被当地的警方以醉酒驾驶造成死亡处理，跟蓄意谋杀没有沾上任何关系。但是像保罗这样一个在刀口上填写讨生活的人，又因为其他的案件被抓了进去，而且被抓进去之后，他一紧张秃了嘴，把当年受雇于老 A 制造车祸的事情全都给招出来了。其实我也想通了，我在这个组织里边，最多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，往大了说，也就算个包工头吧。现在这事儿可不是我以前想的那么简单的电信诈骗案，这牵扯到谋杀，还杀的是警察，那这个事我可兜不住。如果我扛了，那别人还在外边潇洒呢。你这说的别人是说老 A 吗？是。那为什么从你引渡回国到你被判入刑，你一直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？我这不是怕吗？我怕他们找到我，报复我。再说了，他们给了一笔安家费给我，你知道，干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反水。吐出老大的人，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。但是，他的事儿，我就知道这么一丁点儿。我想的话，这么一丁点儿对你们案情又没有什么帮助，我就索性不说了。再说，不管我说了什么，你们也抓不到他。你不是说你见都没见过他，你都不知道他是哪里的人，那你为什么就这么断定我们抓不住他呢？这样，今天我就把知道他所有的事情告诉你们。但是呢，抓不抓得到他，你们自己衡量吧。这第一，他是哪个国家的人，我不知道。听我上线说，他好像是亚洲人，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人。这第二，他在欧洲、东南亚、日本有很多据点，他也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常待着。第三，他跟其他的网络诈骗团伙还不一样，据说他还有很多产业，好像在 F 国有赌场，在欧洲还有酒店。这人真是闲得慌，搞这么多产业干什么呀？这第四，就是这个团伙的层级和人员，比你们以前侦破的案子复杂多了。这个我了解，你在当地就像是一个公司分公司的老大，而你上面还有另外一层人，而且你跟老 A 之间
插了可不止一层，对吧？对，我是控制 A 国的，但是我们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，我们最多就是个组长，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上面还有一个管理者，都是单线的，负责人才有资格联系老 A 的代言人。这个老 A 的代言人是个女的。你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？有一次我的上线到 A 国来，我就请他喝酒吃饭吧。你知道咱们中国人都爱个面儿，喝多了我就带他到红灯区去了，给他选了一个，准备陪他。不知道他是喝醉了还是没有看上。哎呀，这个他跟我说了一句，这些欧洲的大娘们儿根本比不了我们的欣姐。欣姐？欣姐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老 A 的代言人是吗？对，我就问他，欣姐是谁呀？他说在整个团队里边，只有欣姐一个人可以见到老 A。哦，我才知道，这个欣姐是个大美女啊。行了，回到正题，保罗是谁找的？怎么谈的？这事儿还真跟我没什么关系。这保罗是我介绍给我的上线，他就是做一些拿人钱财、替人消灾的事儿。我的上线把张婉如的资料传给我，告诉我这个事儿不用我管。他说他会在去华都的路上想办法除掉张婉如。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关我的事儿，他要干什么我也管不着，不是吗？你那个姓周的上线已经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，他被抓也是早晚的事。刚才你所做的供述，这是笔录，请你仔细核对，如无遗漏或者差错，请逐页签名按指印。到时候如果那个姓周的上线被抓到之后，你可能要出面跟他对质。说实话，这个我看见张婉如这样就死掉了，我心里还真是挺难受的。毕竟我们一起工作那么久，又都是中国人。行，拿去给他确认吧。安检察官，我老妈……放心吧，她很好。你这次主动提供保罗的信息，我们一定都会记录在案，这对你的量刑有帮助。好好服刑。感谢政府，感谢。确认好再按手印。好。李全全部都吐了，基本跟我们之前的猜测也都完全符合。现在我们知道的呢，是在这个庞大的组织里，老 A， 他就是源头，而他下面会分为6到7个层级的犯罪组织，以老 A 为核心。这个下面的欣姐呢，就是老 A 的唯一代言人，跟每一个地区还有国家据点联络，并且发布消息，都是由这个欣姐来完成。可想而知，这个欣姐在这个组织当中的位置很高。而这些地区，他们每个都有一个独立的负责人。而每一个独立的负责人呢，跟欣姐都是由单线纵向联系，很少会有横向的发展，这也确保了这个犯罪组织的安全性和隐秘性。这段时间以来，很佩服我们公安系统的同志们倾力的付出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理清这些线索和头绪，这也为我们723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促进。但是呢，幕后的这个真凶老 A 现在还在逍遥法外，我们还是需要继续追查，也要辛苦大家了。安姐，照你这个分析的话，他们这个组织每多一个层级，那我们的侦破难度就成倍的增长。这话说的没毛病，但是我不怕难，我怕的是没有抓手。可是这个李全他透露的每一个线头都是一个抓手，我相信这是一个攻坚战，我们要比老 A 还要有耐心，才能够打败他。安检，通过我们和国际刑警组织联系确认，李全这个姓周的上线叫周思月。我觉得呀，咱们从这个人身上抓突破口靠谱。
国际刑警组织一年发多少红通啊？他不是发了红通人就能抓得到。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是，当年他从西班牙到了葡萄牙，又从葡萄牙去了瑞典，后来信息又断了。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们查到了周思月的老家，在吉林的长春。所以小贾，你明天就带队去长春。 查清他在国内所有的信息，我要求细到他小学是哪年入的队。啊，这么细啊！何队，给多长时间吧？1个星期，1个星期之后，你要像说评书一样介绍他的情况。得嘞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有活干了吧？你也别幸灾乐祸了，韩轩。一会儿开始你就把这些境内所有的网络犯罪信息全都梳理一遍，只要是能跟这个星姐有过联系的，一个一个排查。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新的线索。行，好嘞。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越多，我们的话题也就绕不开这个所谓的星姐。不光是之前那些嫌疑人交代的情况，包括上次电信那个案子，根据公安机关的追查，那个非法猫池的上游确实跟这个星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郭姐，你再看看这些照片，这个人在 F 国神通广大。 据说是在海港城地区搞电信网络诈骗的 No.1， 尤其是咱们中江省，更是受害的重灾区。看来我们还真得好好会会这个欣姐了。那拜托你了啊，董事长，您放心，我已经跟李一堂联系了，让他立刻状告那些记者、媒体，他们深挖人肉你的个人隐私，已经涉嫌民事侵权和诽谤罪。至于那些捕风捉影、捏造、敲诈你的这些事，啊，这种人是更可恨的。我已经让下面的人报了案，绝不能轻饶了他们。同时，我也跟监管部门联系了，进行了投诉，让他们立刻删除对你的不实报道。另外，我也跟一些权威媒体和大 V 进行了沟通，让他们呢写一些关于你的艰苦创业史，还有做慈善、做公益活动的事，把矛头引向一个正面的话题。对对，啊，但是，董事长，我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是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从这件事情的源头，你都是非常的感兴趣，有鼻子有眼的，而且所有的事都对得上，包括汇泉的几次风波，啊，甚至这次警察来调查我，的时间、内容、方式都了如指掌，我都有点相信了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但我觉得，这帮人肯定是别有用心，他们是有计划、有组织的针对您，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。看来他们这次还真是调查我了。但是他们随便的把事情向外披露，这是他们的错误。想人肉我，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想在我们家族搞出深层的调查，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。会不会是有这种可能？那就是属于办案人员利用职务之便，掌握了一些关键的信息之后卖给了媒体。也有这种可能，但是国家工作人员出售、提供信息，那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。啊，是啊，那徐市长不是非常关心我们企业的发展吗？那回头向他汇报一下，请他代为向相关部门反映反映。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郭检最近情绪不好啊？郭检现在啊正在受煎熬呢。什么情况啊？郭检跟白菊啊，被省检省厅叫去谈话，汇泉的事儿。哎，就因为我们对汇泉做了一些调查了解工作，我们就错了？嗨，姐，你也别说那么绝对嘛，万一领导只是了解情况了，对吧？目前现在最高检的工作重点是引导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，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，这也是中央的要求，也是咱们检察机关啊主动履职的使命担当。报告。好，进来。好，快。请进，坐吧。哎，坐啊，坐啊。二位领导，我们听说了，您二位替我们扛雷了，谢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。这小子真会说话。是这样啊，鉴于现在网络犯罪呈快速上升趋势。指挥中心高层对这件事非常重视，特别下了最新指示，集中所有的优势资源，为这次特别行动保驾护航。这次呢，一共是兵分3路，分别是东南亚3国。另外，由于723专案取得了突破成功，而且所有的线索都指向 F 国，上级领导特别指示咱们723专案组也参与此次行动，由检察官来负责国际司法协调。目标 F 国。宛如同志当年留给我们的记忆和教训，都是深刻的。所以这一次，你们一定要谨慎，再谨慎。我和郭检已经商量过了，境外行动小分队由你们2个人共同负责，至于成员，你们可以自己协商确定。工作纪律4点：一，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，你们必须要首先绝对保障自身的安全。我要你们每个人都毫发无损的回来。郭检，好，我就强调2点啊。首先，这是一次跨国行动，所以一切都要合法合规，不要节外生枝。具体呢，由你们2位来负责掌控。另外一个就是，你们一定要明确。你们只是先遣小分队，只需要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了，搜集证据，锁定犯罪嫌疑人。至于说抓捕、遣返，这些事儿都由国内的指挥中心和当地政府来沟通，由当地的执法部门配合你们行动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请领导放心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祝你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期待你们凯旋。我们把这个723专案的重要节点再跟你们同步一下。现在呢，根据所有723专案在服刑的人员同步跟我们说过，确实是有老 A 这个人，但是呢，他们谁都没有见过，而且也只是听欣姐跟他们提到过，所有的命令也都是通过欣姐来传达。
现在我们就在高度怀疑，到底是不是有老 A 这个人，又或者说老 A 跟这个欣姐是不是同一个人？毕竟现在犯罪分子他们的智商还有脱罪的手段也都非常的高。这个欣姐到底是不是老 A， 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就我们目前侦破的系列网络案件的幕后黑手，都直指 F 国，直指 F 国的钱田新。但这个钱田新到底是不是周思月的上线欣姐？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证实。怎么又是 F 国啊？那里的技术还有设备不是很老旧吗？怎么还能在国内进行大肆的网络犯罪，还屡屡得手？太猖狂了吧！对了，我跟安妮商量过了，这次去 F 国就由我们4个作为先遣小队。等会儿，谁4个？他好像不想去。去，我能出国了呗。行了，你刚说的没错，这些犯罪分子他们现在靠的不是技术，而是每个国家之间的法律差异。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国外明目张胆、肆无忌惮，也是因为每个国家他们对于赌博行为的监管方式是不一样的。这次我们要在异国他乡办案，除了要适应当地的一些法律之外，也要找到这些犯罪嫌疑人确切的犯罪证据。经过双方司法好好的沟通，有效的沟通，把这些犯罪嫌疑人给引渡回国。这个难度确实不是一般的大呀。我们再说回723的案子，刚才核对也已经跟我同步过了，霞甲那边呢也在继续调查。目前我们已知道的情况就是，周思月她身世非常的凄凉，她的母亲是未婚先孕把她生下来了，后来又被家里人赶出来，母子2人四处漂泊，最后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小甲已经拿到了她第1代身份证的存档照片，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她的左眼角下面有一块比较大的胎记，不过她应该是没有拍摄过第2代身份证。因为在全国公安内部系统没有找到他的电子存档。而且，我有个问题。你说。咱们去 F 国能下海游泳不？也行啦，我刚才就没说你，我们是去工作，不是去玩的。我再重申一下我们的纪律，一定要绝对保密，包括对专案组其他成员。明白。明白。散了吧。就知道玩。警官，我来自首。你怎么了？我喝多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来都来了，把话说清楚嘛。说吧，你的事儿瞒也瞒不住，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情况？警官，我到这里来是寻求保护的，我是干什么的，你也知道了。没错，我就是负责 F 国这条线路的，我帮他们输送人员，顺便也发展下线。哎，我上面还有真正的蛇头，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。结果他们黑吃黑，我把人送过去，他们不给我提成，我就去找他们老大要钱，结果把他们老大给惹急了，就是那个阿虎，他不但断了我所有 F 国的生意，还不让别的人跟我合作，还派人杀我全家。我刚开始以为他是开玩笑，没有当真，结果前几天我又去了一趟。刚刚到边境上就被他们的人给围了，还好有几个伙伴帮了我一把，我才死里逃生。我把我的家人妻儿老小都送回了老家。唉，可是我不能躲一辈子是吧？所以我就来向你们自首了。那你刚刚为什么还想走啊？警官，
你要理解我呀，我是干偷渡的，我怕呀。理解你也行，你先具体交代一下，你是怎么输送人员、招揽客户的，又怎么分赃不均的？警官，我都说。老飞啊，就你事儿多。你现在吃的这碗饭，还是我赏给你的。赚钱，赚自己该赚的那份儿，别有命赚，没命花。胡哥，咱说好了的，普通偷渡客我抽1成，哎，另有他用的我抽5成。你看，这个买他们的钱是别的公司出的，也不是您给的。哎，万一他们卖了器官，要是死了，我的风险就变大了。我的资源，我的渠道，我的船只，你他妈就在外面搞点简单的外围工作，骗骗人，顶多要晕一下，啊！现在你就想要这么多，未免胃口太大了吧？啊！不是胡哥，上次送来的你就已经扣了，这次无论如何你得给我点儿，要不我没法生活了呀。你怎么还那么多废话呢？啊！上次你找了一个有重病的，还他妈在船上闹事儿，我直接扔海里喂鱼了。你知道我赔了多少吗？啊！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。不对呀，胡哥，您等等，这个不是，啊，哎，这个，你看上次的名单我带来了，哎，你看，胡哥，上次5个都是年轻的呀，哎，李爽、林小萌，还有张小北，我他妈说有就有，飞哥，别给脸不要脸。以后让我再热在岛上看见你，小心我杀你全家！滚！进去，都进去，快点儿，后边的跟上，快点进去。快点！臭死了！让他们马上洗个澡，都给我听好了啊！一会儿把身份证、手机全部放在箱子里面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为啥？这就是规矩！你来公司就要守公司的规矩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来干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吗？收，快点，快点，放下，交出来，快点，交出来，交出来，快点！你藏什么？放进去！藏什么？放里！这回头能还给我的吧？都给我听好了啊！一会儿把自己给我们洗干净了，不要把什么虱子啊、跳蚤给老子带出去。大哥，我们几个兄弟都是第一次来海港城，人家当时招工的人说1个月能休息4天，还能出去玩。你看我们啥时候能出去玩啊？儿，你是来度假的吧？啊？都给老子听清楚了啊！我们公司不是什么慈善组织啊，从来不养闲人。谁要是给老子偷懒，试试。想出去也可以。把公司的食宿费、交通费、培训费、管理费都给我挣齐了再说话。只要是少一个子儿，谁都别想出去。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。闭嘴！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啊，话术虽然多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。你们都知道，男人需要什么吗？都是男人。有些人说，男人不需要情跟色吗？是，但是从某种角度说，你换一个深层次角度去理解它，男人其实最需要得到的是认同感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不同的男人
不同阅历、不同身份，他对认同感的这个了解是不尽相同的。比如说中年男人，他对那种情意绵绵、无依无靠的小女生的依赖特别有认同感。但是你要到了这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，他们对成熟女性和优秀的女性的那种赞许跟青睐最感冒。所以，如果你们可以伪装成这些不同的女性，那搞定这样的男人，那就是时间的问题。另外，你们手上是不是有这本小册子？看一下啊，里面都是有针对不同的女性、她们的年龄、她们的身份，给你们的一些不同的话术，还有针对不一样的人可能会遇到向你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做一个正解的解答的呈现，照本宣科，绝对没有问题。照本宣科，这能行吗？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性，我们这可是心理专家，还有优秀的市场营销总监级别的人给我们规划的话术跟剧本，而且定期更新。另外，你们手上有你们要负责的那些人的一些精准信息，包括他们的家庭、年龄、身份、姓名，精确到他们家庭的成员的名字都有呈现。这可是我们的高层在最初的时候为我们打下的坚实的基础，用对它，事半功倍。可是如果他们要开语音怎么办？你是从哪个年代过来的？知不知道现在是高科技时代，有一种软件叫做智能语音转换器，有了它，2秒钟就让你一个糙老爷们儿变成一个娇滴滴的、令人欲罢不能的天籁之音。看着啊，大哥，在吗？大哥，在吗？很简单吧？所以重要的是，要好好的学会这本话术，用对它，你们就是优秀的。好好看看。再来一次，我们肯定能赚回来的。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到老二了，朋友们，多亏了哥哥们啊，谢谢哥哥们。来，安妮，你最喜欢的李氏秘制蘸料。谢谢啊。安妮，你跟肖总这两个怎么样啦？哎，你要不提这茬，我还真想不到啊！你们俩真的是在瞎搞哎！我先表明我的态度，肖总他人非常好，各方面都很优秀，但是我对他没感觉，你们就别再撮合我们俩了，会尴尬的。不是，你别让我着急行不行？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，肖总绝对是优质黄金单身汉，你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！哎，你这话怎么说的呀？我们安妮也很优秀的，好吧？再说了，安妮都说了没感觉，这事儿没感觉，再优秀也没用。果然还是怡棠最了解我。来，走一个。来，不是你们俩，咱们都是已经奔3的人了，还天天在这感觉不感觉的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到时候剩下来你就开心了。这个年头讲究的是速度、效率。想想我当年跟永刚，我们俩可是第2面的时候就已经接吻了，然后第7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……哎，行了，打住啊！公共场合这事儿你已经说很多回了，你注意一点儿，别再说细节了。你干什么这么不比我们速度快啊？对啊，所以叫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和永刚和好了呗，家和万事兴啦。我这次本来真的打定主意，想着肯定不能轻易原谅他的，可是我心软嘛，再加上他在那自责的小样，也确实挺招人心疼的。再说了，他也算受害者，对吧？永刚他这人啊，心地也不坏，又善良又肯吃苦，就是有的时候喜欢急功近利，你就别给他压力了。我哪敢呀！我现在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敢说。男人总是有事业心的，难免心重。好在有肖总在他身边，还能监督监督，提点提点。肖总真的是3观很正，您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。这话我可不爱听了。那绿波跟汇泉合并成汇波之后，论感谢，是不是得谢谢我们家周启凯呀？还争风吃醋，谢谢赵总，来提一杯吧。那就以后多多关照我们家永刚啊，然后我们下一次呢6个人出来吃饭，你带上赵总，你带上肖总，我带上我们家永刚，看好。那我就不敬了啊！你又说这种话，我错了。哎呀，好了。
我去打个电话啊，你们先吃。我还真挺想看看他们3个男人在私底下聚会是什么样子。喂，哎，何路远，你刚发那短信的事情，你确定吗？我也是刚收到的消息，应该8、9不离10。那要是真的话，我们这次去的工作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医院呢，小美她爸不吃饭，我来看一眼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现在马上过去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张叔，您给我个面子，多少吃一口啊！我不想吃饭，你现在给我出去！哎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来了？怎么样？张叔不吃东西。张叔，您好，我叫安妮，我是婉如师姐的师妹，我们之前见过的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张叔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啊，这老不吃东西，身体扛不住。你吃点。我吃什么饭？我不想吃。我就是个该死的人了。宛如人向我走了，小北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微弱的烛火，闪烁的泪光，孤独的时候，悲伤不用紧张。如果失去方向，最怕去幻想，再远也不过是远方。汗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暴风雨很漂亮，可以自由的疯狂，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。总有天会晴朗，会风轻云长，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。汗水很失落，落下都冷了，这是一段被人遗忘的时光。曾经握的双手，就算换了形状，只要剩下一个跳动热血的心脏。暴风雨很漂亮，可以自由的疯狂，也许这更像是命运乐章。总有天会晴朗，会风轻云长，成为回忆之后去欣赏。